好，緊張了吧？緊張咯，緊张了吧？緊張的想哭啊！下去的時候，2個人各自說明要給對方的話，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又在哭。其實我沒有很意外，因為我有覺得他們走得蠻近的，好像是預期中會想象會有的樣子。看到的時候就覺得說，就是剛好是我想要有興趣的2個人，我覺得這樣很好，就代表我的方向跟我的表達是對的，他們才接受得到。這個是我想要跟你分享的風景，就是跟你一起走過有夕陽，還有海邊、花叢，跟今天的公園。其實也沒有那麼具體啊，沒有那麼具象化，就是會想要跟你去很多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風景，然後那邊有很多色彩繽紛的顏色，包含我的世界。我來這邊給你參考。你要講後面那一句很突然那個感動收回来，不想讓你太感動。聽小鹿講她的話的時候，我覺得她就是一個心思蠻細膩的女生。她講的話就是我覺得真的有在用心，就可以感受得到她跟別人不一樣。我是真的有認真在跟她講話，雖然我會用一些開玩笑的方式，可能比較化解尷尬，或者是化解那個有點認真的氣氛，可是我跟她講話都是很認真的。然後我也是真心想讓他理解我的想法，因為他來到現在，我真的沒有什麼時間跟他單獨聊天。就是我會想跟一個人單獨聊天，都不會是說，我現在跟你聊一下，我不會走這種風格，我都是走一個大家群體，然後我們2個剛有默契的，可能放慢腳步，然後2個人一起走我們的。我喜歡這種自然的感覺。其實時間很短暫，然後想了解的還有很多，想聊的還有很多，不管是廢話還是認真的聊天，都還想要再講。雖然有 Chris 在啦，可是我還是很認真的想跟他講話，因為我不想讓他覺得就是都在搞笑吧。我覺得小鹿不僅會畫，還很用心，就是他把他的視角跟他希望2個人一起看到的視角有點放在一起了。那他不管是畫那幅畫本身，還是介紹那幅畫本身，或是畫本身他想要傳達的內容，都非常非常的充分而且完整。相形之下呢，我的那只線條感非常明確的松鼠就是沒什麼好說的，令人汗顏。好啊，認真說啦，我覺得他畫的真的是好很多。什麼意思也不用啊，就是你不要强烈推薦別人可以吗？我可以之後再送他啊。我都還没看到你不要自暴自棄好不好？太嚴啦，但好，那是這樣子的，就在我眼睛裡呢，你其實是黃色的。然後我們昨天其實有拍一張照，你看起来很像一只老鼠，但今天我們在公園的時候有看到松鼠吗？松鼠，对，那個，然後我就覺得其實就是跟我現在覺得你的樣子有點像，就是可愛的，我只是把它畫醜，你不要誤會它，就不是它，對，是我的問題。其實你畫的蠻可愛的，對，你畫畫天分還是有的。我謝謝你啦，就是你謝謝我，听我說謝謝你。真的對不起，就這樣。它看起來很像一只老鼠，或者是松鼠，反正就是那種很小只的生物，然後臉又小小的。今天剛好跟娜娜在旁邊看着大家的時候，有一只松鼠一直接近我們，我就覺得那只松鼠跟昨天的其實有點像，所以用黃色的畫筆把它畫下來。Chris 好像畫一個皮卡丘還是松鼠的，我覺得其實蠻可愛的耶。而且因為 Chris 介紹的時候，他就說是他們2個一起看到的。可是那個松鼠我也有看到啊，我是想說你們2個有共同的回憶嗎？可是那個松鼠是同一只嗎？我就會想，心裡有點這個問號這樣。他真的畫的好很多。好，我很抱歉。沒關係，沒事。不要推我的，沒有什麼好比。重要的心意好不好？他的有輪廓。重要的心意跟就是怎麼樣沒有關係。Chris 就很討厭啊，就一直跟佑說你可以選他，因為他的畫功比較好還是什麼什麼。我就覺得不用，就是讓他自己選，不用用這種方式，因為我相信佑不是那種會需要靠人家發牌的人，他很清楚，他超確定的，他自己知道在幹嘛。他連你們扣2點40，然後2點42分出門，他就會說他的時間很寶貴的人，所以他不會做很多事情在無效的事情上。
現在請佑選擇其中一位的畫作。还是畫技略勝一籌啊？对，我覺得是應該的。你也可以這樣理解，我很開心。对，他说我的時候就蠻開心的，懂做人啦。我說他懂做人啦。但他做完選擇之後，他選擇的是小路，那我覺得也非常的符合我自己的觀察，就是他們走得比較近。那你會覺得小失落嗎？或是什麼樣的心情嗎？其實我並不會覺得小失落，因為一來是佑跟小路這幾天看起來其實互動蠻多的，我跟佑的互動本來就比較少。第二個是就以畫作的用心程度、豐富程度、內涵程度而言，我覺得我的畫真的是沒什麼好比的，就光論這個就可以輸了，不要講感覺吧，不是同一個檔次。我可以彈吉他啊，我只是畫畫不好而已啊。選擇依據是我覺得我一收一給，這樣子是最好。確實我本來就想選小路，因為我覺得她是一個很用心的女生，然後她這種用心我就想要收下來。本集由藍星 Villa 和337同居約會贊助播出。很可愛哦。我現在情緒起伏有點大。為什麼？所以你不能講太感動的話，我等下會哭。你剛剛發生什麼？好，等一下，現在不能提。好，我現在一提就很真心話，就是其實我來到這邊第5天嘛，在你出現之前，我沒有遇到有讓我有心動的感覺的人。我本來就是覺得應該就是從這些人裡面慢慢的去認識，然後排序。為什麼我手一直在抖？可是我沒那麼緊張啊。但就是可能從你出現，然後可能我們會一起講一些很搞笑的幹話，然後就會覺得頻率有對到。但我其實不會人的來說，就是我們不會在群體或者是在比較多人的時候去把你找過來說我要跟你聊聊，或者是特別的去做明顯的行為。我比較喜歡在跟你2個人落單的時候，慢慢放慢腳步聊天，或者是你一個人在那空間跟你說話，或者是跟你一起相處。那我觉得這是我還沒講完的默契。那什麼？我說我覺得這是我們的默契。對，因為對我來說，你是一個可以很能自處的人，你是不用擔心需要社交或者需要被照顧的。對我來說是好的，可是就也會變成說，可能有人在你旁邊很熱烈的跟你聊天的時候，我不會想退縮，可是我會覺得沒關係，時間先給他，我要更好的時間。我才要找你，我不要挑那個人家在煩的時間跟你相處，因為你來的時間比較沒有那麼，沒有我們那麼長，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想認識的人或者是認識的朋友，就是可以，就像剛剛你說的嘛，其實我也知道我不會收到話，可是我覺得你送給你現在有興趣的人，我也是支持的，雖然我心裡也會覺得說。他一定是送給誰？我一定會有，就是我也是會有這樣的想法。可是我也覺得很酷，就是應該是到今天我才有這個得失心。我覺得這是很酷的一件事情，因為在此之前我都沒有。就算我有在名單的對象，我覺得他們跟誰去幹嘛，就是我是沒感覺的。但是我對你其實還有很多不了解的，或者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要再多走走看看的。我當然也會去評估說我是不是要用多少的力道，先不要一次太往前。可是我覺得我會不自覺的想要靠近你。我覺得怎麼樣？你想回話？沒有，對，我想回話。你請回復。沒有，我就很想要趕快回復，講沒有？開玩笑的，你繼續。沒有，你認真的，你就回啊。沒有，我就覺得我們在這方面還蠻有默契的，就算是蠻懂對方，但是也沒有不需要太多解釋，我們就大概知道。我覺得是因為這樣子，所以我覺得我們才會有火花，才會有化學反應。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頻率那麼對，所以我知道什麼樣的人我喜歡，我不喜歡，他有什麼個性。其實我稍微看一下細節，我可能就會知道。所以我也會盡量的可以去回應對方的話，我就會盡量讓他感受到說，他的努力也不是白費的。
我不知道是我會錯意還是怎麼樣，就我覺得在人群之中，就是有時候剛好你在看我，然後我也看你，就是這種默契。還有就是因為你說你喜歡主動嘛，然後我就会想說，我自己觉得我做的很多的表示都是很主动的，对我来说，就是我对其他人是没有到這個程度，所以其他人就會覺得我很难猜，我很難懂，然後甚至有人會把我現在行动的對象3個都是完全猜錯的那種，所以就是你可以去認識你想認識的人，但是可以的話不要讓我等太久。好，收到。再麻煩您了。收到。收到。就是我覺得他也不想給我壓力啊，所以我觉得我本来就也是很坦誠的说，反正我就是现在就是要認識 Chris 嘛，也沒別人啦，就你們2個而已，所以其實時間上我是覺得還好啦，是能等多久也是3天的。那如果我想問，如果就是你可能以前的感情線，然後如果他又回來找你的話，那你会怎麼應對？完全沒可能。你就會直接跟他說開嗎？還是就是完全剪掉這樣？不會再有什麼之前的對象的可能。但是你去認識新的人，我也會去認識新的一些還沒有聊天的來賓。對，就是問號，就是畢竟也可以交個朋友。不然你出去約會，我也很無聊。我知道啦，你又知道了，我真的知道，萬事通。我覺得有一些東西需要很明確的選擇的時候，你就會選擇我啊。所以你其他東西，你就算選擇別人的時候，我也不會覺得怎麼樣。我會覺得說，反正就是去交朋友或者是幹嘛的，這樣。不是好客啊，不是那個好客，就是好不好？綠巨人好客，不是，是友善的好客。对啊，那假設你一直都沒有機會跟 Chris 好好認識的情況下，最後要選擇一個人，你會怎麼選？我會選小鹿。我跟他的進度本來就是已經超出了原本的預期，對。然後我覺得這是緣分的問題，就是水到渠成。如果他緣分來了，就是肯定就是選擇他。我認真問啊，你是不是因為情商太劇烈，所以你才會到處撒網，然後覺得無魚蝦也好，無魚蝦也好，是不是啊？我是那隻蝦，是不是啊？我是那隻蝦，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你說啊，沒事，我可以懂你，我們都是想，我可以懂你，沒有，我可以懂，誰沒有情商過嘛，對不對？誰沒有情商過想瘋一場嘛，對不對？你現在是不是就是你的瘋一場？這個是不是就是你的瘋一場？其實萬一我沒有情商呢？都是我分手別人，我哪來的情商啊？你以為分手別人就沒有情商嗎？每一次也都是我提分手，我情商不重嗎？每一次，那時候我沒有讓他看到而已。請說明一下你的社群理念。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位非常受歡迎的那個成員叫做 Chris， 然後他是我們的少年股王。今天為大家展現的是少年股王平時在睡覺的時候的服裝穿着。這是他的睡衣，這是他的睡褲，這張是他的床，他的被子，他的小貓咪跟他平時最喜歡的髮箍。然後他因為最近生病了，所以他使用了川風衛生紙。如果有想要認識 Chris 的各位女同志，歡迎聯繫藍狐獴，你會深入了解更多有關 Chris 不同的面貌哦。好讚！太專業。對，把 Chris 放旁邊再拍個版，他感覺寫的超問號。不是你們在講什麼？我們沒有在講什麼。他就到處亂雷小偉，他到處亂放電，他在撒網。不是他在撒網，因為他根本猜不出來我喜歡誰，然後他那邊亂要歐北共。我不觉得你像有喜歡的人。誰？我不覺得你有喜歡的人。你怎麼這樣？其實我超喜歡你的啊。你看，是你對每個都這樣講。對啊，你對每個都這樣講啊。你別到處用堆煙霧彈啊！對啊，然後我就想說，哇靠，你這個人誠實一點好不好？你是情商太過，所以才會這樣到處撒網。這個過程我懂。我覺得你們真的可以回去看你，就是然後事後剪輯，我就會了解到底我在幹嘛。你喜歡誰？要自己猜啊！你沒有感覺到嗎？我們不用講出來。我們現在想認真的不認真？認真的。認真的我知道。認真的你，等一下，你不要給他看，你不要給他看，我確認就好了。你先閉眼睛啊。但
你猜对了。我跟他什么交情？啊 ，come on！白眼翻到后脑勺。就是其實我想跟你講一些話，但是你一直沒有想跟我講話，所以你現在可以跟他講，我可以閃一邊去啊。沒關係啊。你為什麼？去廁所。好，走。你不要煩欸！我走。煩欸！你不要这麼煩欸！走。哎，我們一起走。哎，我們一起過仰卧起坐。你要不要试？快點！你要不要？然後剛好對這樣對角線。可以，很好。你看，你看。对，然後你在這裡是，我們剛好我們在1、2、3一起。預備開始，1下去，2再來，3。我要坐到上來，4你太快了，你要等我們。對不起，因為你幫我用的比較輕鬆。5对，你要等我們下去。6、10、12個女人，再來一個。11要到12下，這裡最後一個。12，耶！不行戀愛女主宿舍12下，因為等的時間很久，有一點不知道要做什麼。我們久到是已經把假的 quiz 做完了，然後還是不知道要幹嘛。我们就想說，還是不然我們來仰臥起坐。我們就說來，我們來仰臥起坐。女子健身宿舍，然後我們就約大家說來，我們來一起健身。我們就開始仰臥起坐。然後我就說我們12個人，我們要做12下，對，大概就這樣。其實我也是想要大家可以轉換一下心情，不然像是小哲比較累嘛，肉姨前面可能剛剛有一點小情緒，然後我覺得我們可以做一點比較智障的事情來轉移一下注意力。終於回來了，他們已經在做很久，開心的嘞，怎樣？選你是不是？選你是不是？開心的，選你是不是？哎呀，暴力是不是？暴力，就是要像你這種做法，哎，是不是？放寬心啦，我給你介紹一下，那是收一個送一個。我剛才都想到收一個什麼意思？就是跟他一樣啊，渣女。沒有啦，對啊，他送 Chris，但是他收我的。可這樣會用啊，而且我覺得他有技巧，就是你們都有技巧，但是你們我不知道。他這裡不能站，我要偷問。啊，快點偷問啊！玩幾張？那你過去跟 Chris 拍照。我們要跟他合照。為啥？因為你贏啊！對啊，你打他。你們現在是幫我 say 這個嗎？對啊。看你們現在是我的姐妹，太有幫我 say 好，我幫你 say 這裡。你就各種情境了。我有姐妹了。你要擺出勝利的這樣表情嗎？你要擺出勝利的表情。對。你要擺出勝利的這樣。哎，你們讓我今天心情變好了。快點跟他比一下，你要勝利夜。1、2、3，笑死，是看到哎。2、3，1、2，好了啦，好。太多了。来，等下会玩，开始拍起来啦。然后我就说，我來這邊第5天，我終於有來這邊交到姐妹的感覺了。因為大家都在那邊 bro 來姐妹去，我想說完全沒有覺得有什麼姐妹 bro 的人啊。然後覺得哦，他們讓我有這種感覺。哎，你是可以來的嗎？不行，你可以來。哦，可以剪指甲。結束了嗎？對的。這你介紹一下。這是什麼意思啊？3台版的，這是 Chris。這裡一個帽子。好啊。我來不及錄，對啊，來不及錄，我剛剛最後你要做。沒有，我沒有試過，你做嗎？這太好了嗎？謝謝你們啊。你要寫照，快點。1、2、3，來了。都還沒回來休息。此刻再一次的床位選擇。好，然後規則一樣，就是第1、第2名好感的對象打在剛剛那個群組中，第1好感的會有3分，然後第2的話有1分，總計分數最高的可以優先選擇床位以及對象。第1名選擇是我最好的床伴喲，第2名是小鹿。就我也很知道，我目前在宿舍裡面是比較沒那麼受歡迎的，所以通常床位選擇不會是有機會輪到，我就覺得不想換。我選床伴是為了讓他們去選床伴，就是讓這個分數去給他們，然後讓他們去選床伴，因為我本來就跟 Elva 是綁定的。
啊，我也是一直講說我床伴只會選他，所以大家也不用在那邊再試。可是因為如果你給小鹿很高分，代表他有機會選你。就心動的人是他，但是床位絕對不會想選他。如果他名次稍微高一點，他有機會選到你。哦，但我覺得他應該名次應該不會高，因為會不會太直接？我不是看衰他啦，我就不是看衰他，因為就覺得他也就比較明顯嘛。然後对，在我還沒出現來的一些行為，可能大家覺得可能太像海後嘛，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是日久見人心的。你一開始沒有踩住的話，後面比較容易就開高走低。你選了我嗎？再繼續叫一顆蛋啊！你的蛋呢？選擇了我了。你選擇我了？你選擇誰啦？我到現在都還不知道你的第一名是誰。你第一名和第二名是誰？你都不跟我講啊！先跟你說愛我，告訴我你受了什麼傷痛，會變成這個樣子，太可怕了吧？哦，喝完了，我可能還是需要一杯咖啡高。上次比较等一下。哇，我的蛋！可是我右手没有，左手就不行。你好煩，你真的好烦哦。都没有人喜歡踩你。我？你这個愛狗能信？不要跟人不行。這個愛狗的。哦。一下子說，等一下，一下子說愛佑，一下子說愛我，到底是愛誰？你要不要訪問你旁邊那位剛抱我抱成這樣？要抱？先不用，先不用。你怎么不說他今天跟我約會，他一直是說他就是想選我，然後他現在這樣對你，你說救命哎！我就問他說，這就是渣女的套路啊。沒有錯，他會在當下很真心的跟你說話。但他只有當下是真心的。你以為我們女人是那麼簡單的哦？等一下，你們不要這樣子。哎呦，你以為？你以為說個蛋我愛你，我就會中啊？我要瘋了。剛剛所有的好感統計排名，第一名是佑。那請選擇你的床伴以及你想睡的床位。我知道佑就是應該會選其他人，因為他有說過他跟比較有興趣的人睡在一起，他會很緊張。他說這樣他會睡不好，所以他就是會選他覺得不可能的。我想要選 Elva， 然後我要睡的床位是浴室。浴室那一間有浴缸，有浴缸，不是浴室，都有浴室，都有浴室，有浴缸，有浴缸，對，有浴缸那間。有，我想那間。他就 Elva， 他就選 Elva， 這個之前他就跟我講過了，所以我就不意外。我就覺得他應該就是 Elva 跟 Zoe 在選吧。第二名是小哲。我超訝異啊，想說為什麼會到第二名？但是我後來想一想，可能是 Bro 在罩我吧，很多個 Bro， 然後加一加就第二名啊，我也不知道這怎麼發生的。跟你睡太舒服了，九旭，我們睡同樣的地方，超好，我真是愛死你了。沒床啊，浴缸房，其實蠻感動的哎，因為我有一點多少會想說，畢竟小哲也在這邊幾天了，那他也相處了一些，他會不會有比較心動，可能想要選擇的人，所以他還是選擇我這件事情。雖然我不確定是真的，因為他覺得我是一個超讚的床伴，跟我睡很開心，還是那一種可能會不會有一點不好意思換人，我不確定。但 anyway， 以我個人，我會覺得很開心跟很感動。第三是 Chris， 請選擇。我們的好日子來了，我們要選那個雙人房，因為我跟他相處非常非常自在，而且他是一個資訊站，他有很多人的資訊，所以常常問他問題的時候，他需要想一下這個訊息能不能跟這個人講，能不能跟這個人講，他會卡住，然後所以跟他聊天非常有趣，會聽到一些不知道的事。下一位呢是小鹿。好奇。那我要跟艾莉睡，因為我只知道一個睡相好的人。你怎麼知道他睡相好？艾莉，我跟他睡2天了，前2天。
我又跟小鹿睡了。我一開始進來的時候，我旁邊就是小鹿。雖然我們睡前都沒有聊天，我就是睡前就是進去然後就躺好。因為之前沒有被選重班，然後所以被選的有點就是哇，我被選了，不然我可能又要睡單人床。下一位，娜娜，好，選擇的是我是高磊，他是这个。I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I love you. Fuck you. 你到底？这句话对多少女生講？好，那現在呢是心動訊息的時刻。今天的規則又不太一樣，等一下你們會收到對方傳給你的心動訊息，那這一次你就要把對方的心動訊息念出來，你會知道是誰傳的，還有內容。當然你跟大家分享的時候不用講對方的名字，只要講內容就可以了。就是蠻酷的，終於有一種不同形式的感覺，不是自己念出來，是對方念出來，更互通的感覺。謝謝你早上有發現並理解我的焦慮，很貼心。他平常就是一個蠻嗨的人，所以他上車一定會放歌。但我後來工作完之後才發現，就是他整路都沒有放歌，然後整路也沒有講話，他就是陪我一起緊張，蠻貼心的一點。謝謝感覺很冷靜不脫序的你，陪我一起玩倒立，還有一堆哈利波特的事情。Scarlett 他真的是一個很值得繼續認識的人，就是他很多小舉動都是很貼心的，然後那種貼心不是那種刻意想貼心、想秀一手那種，是他真的想要這樣子做。但是我在那邊發瘋的時候，他也蠻包容，這樣蠻貼心、蠻溫暖的。因為我本來就是真的是一個很冷靜的人，就沒有到太多情緒，然後也不會做什麼很瘋狂的事情。然後他就突然說他想要倒立，我超沒有 get 到，我想說為什麼突然要倒立？我覺得蠻好笑的，我就協助他完成倒立，然後順便幫他拍照，反正就整個就完全不是可能我平常會做的事情。謝謝你不嫌棄我打赤腳跑來跑去。這麼好笑的，知道我念出來。小心啊，小心啊，你等一下要更尷尬的。很感謝不嫌棄他赤腳跑來跑去，我就覺得蠻好笑的。因為這其實不只是那個今天下午，還有他今天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就是從我們房間那個陽台往外看，然後就想說為什麼田野間有一個人那個光腳跑來跑去，就我也沒多想。然後呢，今天事後才得知是原來那個就是Jenny本人，他今天早上就赤腳在外面跑來跑去，然後還不小心跌到水溝裡，有點擦傷。就是後來知道這件事才說啊，我說我早上有看到一個人赤腳在外面跑，所以那就是你嗎？覺得蠻好笑的。極度感謝你這幾天無微不至的照顧，一切盡在不言中。括號愛心。啊，我又超意外的哎！我當時的心情，我又抱着一個沒有人要傳給我心態。我覺得有，你幹嘛浪費在我這？你應該傳訊息給你真的心動的人，不應該傳給我。的確，我們是很好的同伴。我對你做這些，我沒有預計你要做任何的回應，就是我想做，所以我對你做。因為其實 Elva 照顧我算真的蠻多天，而且他一些小事方面，他可能知道我就喜歡這樣子被人家對待，他就會一直這樣子做。可是因為心動訊息每天就只能可以給一個人嘛，想要感謝的人又太多，所以我想說，那我就每天都可以感謝一個人。主動的人很讚，今天聊很多也很讚。我會想要傳這樣的訊息，是因為我們今天在聊天的過程中，我有跟 Elva 在今天以及之前，我可能都有提到說我是喜歡比較主動的人，所以我才說我不確定 Elva 是因為這樣子，所以有主動的來說他想要約我出去。
嗎？可是他有一直約別人，對。然後跟我覺得今天聊天的過程也很讚，我會想要告訴對方說，哇，你真的有做主動這件事情，不管是基於什麼，但這件事情確實我是開心，跟我也喜歡這樣子的人跟這樣的行為。然後今天的聊天也很開心。然後九旭也是，我覺得他們2個都是屬於偏貼心的人，可是應該，他傳給心動對象哦，不是我。你為什麼會覺得自己不是他們的心動对象？因為我們多多少少都有聊過，我不是他们2個的理想型，就是依照他們的理想型來說，就是我完全是沾不上邊的人，再加上我可能很久沒有交台灣人了，然後我一直覺得我不會是台灣女生喜歡的型啦。很開心和你聊了很多天，你是一個很好很溫柔的人，需要擁抱的時候隨時歡迎。就覺得就是我今天要傳給李恩，跟李恩的話，我覺得就是他今天中間聊很多，然後我們就是可能有抱抱啊，然後怎樣，然後我覺得就是他是一個很好的人，然後我覺得就是我想要告訴他這一點，所以我今天就想說就是想要傳給李恩。雖然這個訊息來得比較晚了，但跟你的約會很舒服，不管這裡會把我們帶到哪，我都能確定會想跟你一直聯絡下去。我今天寫給李恩，那昨天其實最讓我想寫的其實是Zoe，因為我覺得他做出的改變真的太感動人了，所以我必須寫給他。但是其實昨天我是跟李恩約會的，正常來說我應該要写給他，所以我今天的行動訊息是補給昨天的他的。再加上我們今天在等着要給畫作的時候，也聊了蠻多東西的，有點想把今天的畫作沒聊完的東西稍微做個總結。對我來講的總結就是，我不確定我們真的會有感情的走向。可是我可以確定，那友情是可以一直走下去的。今天沒有收到心動訊息。今天沒有收到心動訊息。換到我的時候說沒有收到的時候，我其實第一個想法就想說，Elva，你果然是海後。你前面一直跟我說你很想選我，你真的很海耶！我現在想起來了，Elva前面就跟我說，我本來就很想選你呀。我們聊天的時候，他也有聊到說他的前3名一直都有我。对，然後他覺得今天跟我聊完，他感覺有知道更多，但也有可能，因為我們今天聊了比較多對於情感的想法，有可能會因為這樣他就沒有那麼心動。謝謝你，你也是我的經歷中一棵閃亮亮的樹。聖誕樹。對。我只記得那时候我一直忍住不哭，我的眼淚其實已經擠到旁邊了，但我就是一直忍着把它就是吸回去這樣子，但就有點複雜，因為我覺得今天情緒有點久違的坐了雲霄飛車的感覺。早上超級開心，就是我以為我已經想很開了，但我沒想到當我要解釋話的時候，那個情緒居然還這麼大，就是還會讓我回想到這麼久的一件事情。所以那時候他跟我講完的時候，情緒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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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雜，有點混亂，就自己都會嚇到這樣，有點不可思議，甚至懷疑我是不是在做夢。我寫這個訊息的原因就是呼應他給我的話嘛，因為我覺得他也是一個經歷很多的一個人，然後也從這些經歷很努力的去找出自己的一條路，然後長成現在自己他比較喜歡的樣子，所以我也希望去回應這個，然後當時還不知道他確切是因為什麼原因而有比較大的情緒，但我也想傳達說他也是在我的經歷裡面一個很棒的存在。今天沒有收到心動訊息。沒有收到心動訊息，因為我知道他也會寫給 Chris 啊，大概知道我不會收到，可是不是因為他對我沒有心動，而是因為他可能有一些想要說的話的人，或是想要感謝的人。有好多要聊的東西，安全感、原生家庭，對於未來幸福生活的想象，
我其實也有列一個我的喜歡的清單，總之想跟你再聊更多。那李恩給的其實也跟我們今天聊的內容非常相關，他同時講了我們還有很多沒有聊完的事，那我覺得我們應該還是會繼續聊。今天沒有收到心動訊息，前面就是那個什麼沒收到話跟沒有被選擇那個的 level 都比那個你沒收到訊息程度還大，所以我收到你沒收到訊息其實是相对比起來稍微平穩一點。等一下，这念出来有點好笑。這到底怎麼念？我不會念，秀秀，然後酷酷的表情這樣，所以二把心裡就是覺得說，他就可能想安慰一下我這樣，就是可能我在上面講到那個情緒波瀾的部分，今天跟你作畫聊天很開心。聊了價值觀、愛情觀、家庭、感情經歷，你的內在不亞於美麗的外表。真心希望你能遇到一段純粹又美好的感情，建立屬於自己的幸福家庭。OK。我寫給佑，因為想讓他知道我們在草地上面的聊天，就是有發現他比較內在的那一面，也想讓他知道這段對話以及下午這個回憶，我是開心並且享受的。Roy 是很真誠的人，對，然後他發這些就是他可能今天有跟我講一些，就覺得很溫暖吧。就是 Roy 就是一個你會一直想跟他相處下去的朋友。好像有很多聊不完的話。我喜歡你用輕鬆的方式跟我說你吃醋的時候，不知道你為什麼流淚。如果你願意說，我隨時都能聽。願我們一起走更遠的路，慢慢的走，走走停停都好。我會用我的方式讓你知道。就是他想要表達他一些情緒給我知道嗎？其實我已經有收到這些字眼跟情緒了。對，我前一天是講搞笑女沒有愛情啊，今天就是很認真，因為會想要讓他了解比較內心的自己，然後我也会比较想要了解內心的他在想什麼，因為我知道他一定有他脆弱或者是比較內心深刻的東西，所以我打了一段文字，還有其實我截圖一段我以前寫的一段文字，就是那一段是在講我自己，就是我想要讓他知道我內心的世界是怎麼樣。廣告時間。如果你可以自己進去戀愛女子宿舍，你會最想要玩哪一個環節啊？我全部都想玩欸。現在真的可以了哦。啊？可以嗎？現在我們在辦3天2夜的線下活動，節目裡的環節都可以親自體驗哦。那去了之後會有哪些活動啊？像是羊駝與暴龍、心動拍賣會和真心話大冒險，而且線下活動沒有攝影機，不會有被拍攝的壓力。這真的很棒欸，甚至不用有跟外人出櫃的壓力。對啊，在藍狐盟的社群平台發布日期後的1周內報名，還可以有9折優惠哦。報名鏈接可以在置頂留言找到。這樣子就現省1180了耶，趕快找我們一起玩。好，接下來的環節總共會分成3組，那每一組總共4個人。分組的方式是，大家在此刻客廳上彼此討論，這一個4個人都沒有約會過的湊成一組。那接下來這個分組要做什麼，此刻還不能讓你們知道。等分完組之後，你們就會知道接下来會做什麼。小哲，我們沒有約會過。对，我们没有約會過。我想要跟你，我想要跟你。可是我們2個約會過，因為我們也不知道後面的環節是什麼。不能同組的人不多，這沒差。可以一起。對，我們可以一起。你要跟他一組。好啊好啊。那你要不要跟我們一組？我們3個。好。那你要不要跟我們一組？我們是灰色一組。那你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可是艾莉跟我約會過了。對啊，所以就是很麻煩的地方啊。哎，那 Joy， 我跟你沒有約會過。娜娜呢？我都行。那你有組嗎？你現在有跟誰一組？沒有啊，就我都行。我可以最後參數。等下現在有成組的是哪一個？有成組的先舉手一下。有成組的先舉一下。好，那這邊你們想怎麼分？小鹿要一起。剩下的有誰？我都好。誰跟誰一組的時候，因為我不是很在意這種分組，然後我們其實也不知道是要幹嘛，所以就
當下我就很直覺的，可能找附近的人，然後沒約會過的人，就直接成一組。好像另外一邊就有蠻多誰想要跟誰一組的聲音，但我其實沒有很認真在聽他們在討論什麼。我就覺得好像這種事情應該沒有很重要，就是誰跟誰一組好像沒有很重要。那現在各組，你們4個人有15分鐘的時間一起討論，每一間要指派一位今天可以約會的对象，但是不能用猜拳或是用任何碰运气的方式而决定，一定要用討論的方式。你一定会想去？可以啊，我想出去。那出去吧。肉姨，我觉得你今天跟谁出去都可以开心。可以吧？可以吧？你有没有不想我要吃东西？对，他们都好多出去。那小哲，那小哲出去了，娜娜也出去过了。艾莉啊，艾莉也出去过了。还有呢？但他们全部的，他们应该说那2间的人都出去过了。那就只剩下你啊！本来就只剩下你们出去过了，小哲出去过了，小哲出去过2次了。反正你就出去，随便你遇到谁 ，don't care， 极力争取，你要极力争取。你就2选1，然後選你比較有感覺的，或者想認識。結果根本就不是2選，根本就不是3選2。對，不管先待遇，我們就請了，我們在外面大喊選擇欸。他們好像都已經約會過了，他們就很口徑一致，就是說那就是 Zoe 這樣子。我覺得大家是很關心我吧，就是蠻溫暖的，可能有看在眼裡之類的。被你這樣指派，那你心裡自己也是很期待，或者是很希望有這一場約會嗎？有啊，至少出去走走，不管人選或者是誰，那我都希望可以出去走走。畢竟他們都跟我分享說，約會跟在家裡相處還是有點不太一樣。我自己想想，好像也是。我覺得你們2個可能可以多約幾次會。如果你們還有更想要對，如果還有更想要了解的人的話，我覺得你可以是你耶。可是因為來的第2天，我就可以約會，但是那天你沒有約會到。來第1天還有跟你比較早來，但是可是你跟你的約是你選的嗎？不是。對啊，你也有選擇啊。但對，小時候我選是如果選我，就是我去選別人來約會的嘛。對。所以 OK， 討論結束，你。1分鐘內，15分鐘內，想看我們哦。想要約誰嗎？15分鐘，那現在睡覺。我們超有效率，我們超有效率，我就直接講完，然後可以休息了。因為舉例最心動的對象可能是小哲，那他們前1天已經出去約會過了。然後 Chris 因為跟他還不錯，我知道他也已經出去約會過蠻多次的，所以再來就是佑，因為他只有1次約會的經驗。李恩也跟他處成一個非常非常姐妹，好像也不算是一個約會，所以我們就是一致認同推舉佑。對，我非常想要看你們2個出去，那個畫面感覺很漂亮。這真的，我直男發言，就是不會覺得不會尷尬。不會覺得這是在荷蘭樓嗎？不是，就是你們2個，我覺得 vibe 是搭的啊，就不會覺得這2個很迥異。所以你說誰迥異？我跟娜娜就有點迥異啊，風格迥異。那你們有越來越就是？對啊，可我們是後來就是一開始約會之前，風格很迥異，約會之後才就是對啊，就是更認識啊。可是這就是有反差感的地方，所以可愛啊。那你現在除了小哲，你有其他想要更認識的人嗎？有啊，但是我覺得想要認識的也只是出於就是因為有跟一些人聊天，然後話題有就是相同。就想再多聊，就比較容易去到這個，想再多聊這樣子。但我覺得就像我今天跟別人出去約會好了，就想多認識的前提下出去約會，就是小哲還是我的看法。然後不管怎樣，他都是我的看法。對。那你覺得這是兩情相悅嗎？就是你們2個人都對彼此。我覺得算吧，因為他昨天送我畫的時候，我就覺得蠻明顯的。一開始我還沒有到非常的確定。哦，所以你們是在同一個毯子野餐墊上面畫，但是你們不知道是送給彼此。我看到他畫的時候我就知道了。對啊。哦，所以你們沒有說好要送給彼此，你們就是在心照不宣的。對。小哲感覺可以出去吗？我剛才在想說，不想，我其實不想。今天有點忙，不過也沒關係，沒關係，好。你如果有想出去的話，你不想出去，我就出去。要不然你不是
知道到處算話說你要約人。哎，对啊，感觉到 Alpha 的局了吧？给我约。好 ，OK，我必须约，我刚答应的。没错，对呀，不然你不能说。好，我们也太和平了吧？好快哦，不好意思。好，不能当说。好像不用15分。我们好了。結束，討論結束。Alpha，因為他好像答應很多人要約會，所以就拍他。就是他好像有答應九旭、李恩、小鹿、優一堆，反正大概這幾個吧。反正他去，他就會自己選一個去約會。Alpha到處播下愛的種子，沒有啊，我意思說他還跟蠻多人都說，哦，就是我要約你出去哦之類的。但當然有些聽得出來，就只是開個玩笑這樣子。但是我私下有觀察到，有時候 Alpha 其實還蠻主動的。我看到，我覺得他對佑注意到有一些主動的東西。其他他跟九旭，我覺得有點介於小開玩笑跟也想再稍微了解之間。你們猜誰哪一天會推出誰？我們來猜。好看，好看！給我說，沒有在討論，我們討論別人。我在有我的地方都變得奇奇怪怪。我覺得會是佑，因為舉例出去過，佑還沒有約會。有，好 ，OK， 對，哎，佑有跟你，但不是佑會選我。你會被選走，你會變是完全反面。你會變。那如果你們同時出去，你們可能會直接。對，所以你們應該還會叫一個人出來。不知道他們的規則是怎麼樣。Zoe，我覺得是 Zoe，你覺得是 Zoe，或者是九旭。我覺得對啊，九旭這麼的複雜。假設約我約九旭，然後下次是一個三角戀也可以。哇，還是蠻好看的，好看。今天會進行約會選擇的那3個人，請往前站一步。這裡。哇，終於 finally！ 你跟誰？我們3姐妹剛好。我當下看到樂偉想說啊，居然！那因為樂偉說他有沒有想選我，可是因為我拿了號碼牌，沒辦法。想要選你的原因是什麼？他想要選我的原因應該就是覺得跟我待在一起也舒服吧。他就覺得我跟 Chris 他都可以，然後覺得原本想說今天想要選我的這樣。我覺得樂偉對我應該是沒有心動，單純感情很好，就覺得待在一起也很自在這樣。那接下來會讓這3位抽籤，等一下會決定先後順序。來，1號請舉手，2號請舉手，3號請舉手。好，那現在2號跟3號先回到後面。全村的希望，全村的希望。我想幫他歡呼一下。現在，如果你想要跟 Zoe 約會的人，請往前站一步。是這樣子哦，這樣子選，是這樣子玩的哦。哎，怎麼講？哦天哪！記得往前一點。我壓力超大，我就想說，昨天才經歷那個畫的環節，今天又是這樣選。就我們看蠻多那個配對組合是已經蠻綁定明顯的。我在猜他們可能也會覺得說，我也有沒有意思要跟他們約會嗎？所以他們也不一定會站出來這樣子。假設閉上眼睛一睜開，你希望是誰站出來？我希望的3個就是娜娜、佑跟 Chris 啊，因為其實我們大概有時候聊天的時候會說，哎，不然我約會環節選你，彼此有做出這個邀約或是有意願的，所以當時會希望這幾個人有出現。好喲，殘忍呢。這個可以想個15分鐘吧。我覺得在這邊站15分鐘。我看到 Chris 站出來的時候不意外，就蠻溫暖。雖然他一直說我是他的安全感，我覺得他也帶給我很多溫暖啊。精神喊話的教練，娜娜有沒有站出來？我不知道，因為娜娜那邊的也是有點複雜的情況，我其實有點不太清楚，娜娜現在是跟 Scarlett 是有一點綁定的狀態，還是其實沒有？因為我又有聽到說娜娜其實也還是蠻喜歡 Chris， 所以我其實有點亂。其實 Zoe 應該一直都還是很想跟娜娜有約會的機會，就大家站一站，然後給他選的。好哦，來啊，反正他沒跟人家約會過啊。啊，對嘛？剛不是对。可以站嗎？選起來。我們可以站嗎？當然是不行啊！你們2個得了還便宜還賣乖啊！好，知道了。你覺得為什麼大家都想要給他選？幫他吧，助攻。
因為畢竟他之前都可能对娜娜比較好感嘛，可能一些原因，他可能現在有一點退縮嘛，或者是什麼的。你看娜娜看到大家都站出去說，他也說，那我也來，這樣就剛好。那時候小鹿可能就帶頭大家說，不然我們全部站出來啦，那讓他選。一方面覺得蠻溫暖，然後一方面也不知道誰可能有想跟我約會這樣子。好，請 Zoe 選擇其中一位今天約會。選喜歡的，他的脸終於要出去了。择你所爱，爱你所择。Chris。我们错過了，不好意思。成交。好。我覺得 Zoe 蠻容易顧慮別人的。其實我覺得他就想出去，只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他一開始有一點不好意思嗎？或者是覺得說算了算了，我們都想要鼓勵他說選你想選的，然後做你想做的。所以他其實一開始說他要選他的 bro， 要選 Chris， 我說不要再選 bro 了，大家女同志節目不要一直在bro來bro去的。這幾天來，你的答案通常始終都是娜娜，但為什麼當下第一個不會是選擇娜娜？我沒有第一個選擇娜娜的原因是 Chris 是比大家還早站出來的，然後我覺得他超挺我就覺得那我想選跟他約會。好，那先往後。幹嘛那麼驚訝？是大家可以悔改嗎 ？Sorry， 他想改了，他變心了。不用悔，為什麼你悔改了？不用悔，我忘了一件事。他忘記他有不是我忘了一件事情。什麼？幹嘛是渣女哦？沒有。可能那個環節太緊張了，然後我就覺得是只有我一個人要選，然後我就掃過去，我就看到 Chris 還有那個佑，然後我自己本身覺得他們兩個應該是可發展的對象，然後我就想說啊，我做了什麼事？我就想說我想要改，我就自己猜測會不會他們會配對彼此這樣子，那至少有這個機會。如果沒配對也沒關係，至少我沒有把 Chris 給直接拿走這樣子。娜娜，你 OK 嗎？哦，我站出來就代表 OK 啦。他說 OK 啊，好成交，哦，那個金句一定要。好，那第一場約會是？我一直都蠻確定，也知道可能會想要跟娜娜出去約會，他們自己也講過，就是都很公開透明的講過，所以完全就是覺得他會選娜娜。我又選了娜娜，我覺得他應該會覺得我選別人，然後再問他可不可以，很傻眼啊。因為要是我的話，我應該也會有點困惑。現在你要選擇右的，請往前跨一大步。出去啦，給你個面子啊，快點啦！他會選他，不管啦。行啊，為什麼不行？幹嘛？有什麼不？他是3號，好要3號不行啦。金同學，你還沒搞清楚規則。對不起，我沒有搞清楚規則。對不起，我該進入狀況。我永遠都在狀況外。我就說我很想，對不起。又要選之前，我在想他會選誰呀？有點好奇，因為感覺又昨天嘛收到好多的訊息，他那邊的情況我感覺也是蠻複雜的，蠻多條線的。我選擇的是 Chris。Yes。算你1分啦 ，Yes 的比我還大聲。好，給他過，給過。再來是右，就選了 Chris， 因為他跟 Chris 跟小鹿算是有點線，就是有瓜可吃了。我覺得我還蠻明顯的，就知道小鹿會站出來，但是他也可能知道我也不會選他。我之前其實有跟小鹿聊過說，我現在還沒有跟 Chris 熟嘛，然後他現在是我唯一剩下想要繼續認識的人，所以我第一次約會會選他出去。我跟小鹿現在就是，即使我平常可能沒什麼特別的事情，我們也是會黏在一起。我覺得他可能這個部分，我覺得我有給他一些安全感嘛，所以他就能更信任讓我去了解我原本想要認識的人。對啊，我們是不是該往前啦？我們要往前吧，Elva，所有你許諾過的女人們，你許諾過的女人們，Ellie，我們要往前吧。如果你要選擇 Elva 的，請往前跨一大步。Elva，看，我不是不愛你哦，我只是想睡覺，我昨天真的睡很少。平常放線放太多，放線放太多的人，心靈姐。好，後退了，我跟你約會過了，不要選我。Elva 要選之前，我想說，
既然都不能選右了，我猜他應該會選九旭。這個原因是因為昨天 Alpha 是似乎有對九旭說，我很喜歡你，要帶你出去約會。結果呢，九旭就一直說，你都那個說到不做到。然後呢，九旭一直說他是那個行結果論的，那個 Alpha 不能當說仔。所以呢，今天 Alpha 是會變成說仔呢，還是呢會實際上的約九旭出去呢？我選擇的是九旭。謝謝。成交，成交。原來野餐会增进感情。Alpha 選擇我的時候，當下是很開心，想說 OK，因為我們前面一直在嗆他，說他是海後，就見一個約一個，然後前面行動訊息又沒有寫給我，所以就想說怎樣，那我就看你到底會不會約我，所以他有約我，就想說 OK， 開心，而且就是可以出去約會，很好。我當時堅定的想要選九旭，因為就像我剛剛說的，就是他的外表還好，但是我覺得他身上某些特徵很吸引我。其實他算是前幾天我有寫心动对象的人，可是一直沒有約會到。我想透過出去約會，看能不能会有更進一步的不一樣的感情，所以我本來就是想好要選他。我已經上粉底了耶。那上粉底可以啊，你就先放粉底的肌肉会化。我已经上了一点了，退掉。虽然说我觉得你眼睛超大，但是不用画脸，还是我就不要画。来不及了吧。还是画一下，你就铺個腮紅啊。我没有带腮紅。哎，我有腮紅，給你。你有找指甲的？不是啊。超紅。要不要做這個？因为拿相機吃光全部，看不清楚。對啊。而且它那個顏色，還是你戴個墨鏡。表片也不用畫了。那你再猜。我跟搞一個很浮誇吧，我現在完全看不到。不會啦，你看我自然，你覺得我臉浮誇嗎？對啊，我臉都不浮誇，你肯定。他畫很自然。我的睫毛是？他有畫睫毛嗎？沒有，他睫毛貼在手上，睫毛很長。你看他的毛髮很濃，這邊。對啊。不是他重情。這種感情。我的很長啊。有battle競賽開始。你比較虛嗎？虛什麼意思？謝謝。比較密，它是比較密呀。哦，就比較密，比較淺，但是你是可能上中下都很對，這樣子。補好補滿，超好的。對啊。應該也是毛髮旺盛這樣。呀，好啦，我就不專情，這樣可以了吧？你海後啊，你是海後。是，不是。你海賊王，謝謝小花。是什麼？你的卡片是，笑死，畫完多可愛啊，對不對？是不是可愛吧？好看真多啊！看你氣色很好。有是因為我這幾天跟他走很近，然後因為我們聊的就是自在舒服，就是整個氛圍就會很好啊。然後他外形就漂亮，所以視覺上跟心靈上也算自在啊，還不到可發展。但當然，有時候偶爾有一點點肢體觸碰還是什麼的，有時候會害羞。就是這樣，對，腰跪邊幹嘛？不知道幹嘛？這個腰背是這樣的嗎？靠邊啊！我在亂切瓜，現在切不完，腎有點痛。帶你去看醫生，這洗腎。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約會照嗎？為什麼你在室內要戴墨鏡呢？因為太陽太大了，超亮的。這是一種 style， 上模裝就是我的。其實我覺得我現在跟他相處算是蠻舒服的，在一起就是很安心的感覺嘛，不會有什麼壓力。他都很積極在進行自己的線，好像有開始這麼一回事。小鹿跟那個又在聊天，在沙發上聊天，然後別人也一直在跟 Chris 聊天。而且你知道手拉胚是很色的東西嗎？比如說我說我們家去哪裡，我就說剛九旭推薦手拉胚，然後他就說很色，然後我就沒有 get 到，然後在場所有人都很驚訝，很驚訝你沒 get 到，那我也不知道啊。手是什麼女童的性器官什麼的，然後李恩說是第六感生死戀，我不知道那個是什麼，那是一個電影還是一個劇還是一個電影，然後裡面有手拉胚，但是那男的死了，然後女的是手拉胚的人，然後那男的就變成鬼回來跟他一起手拉胚。
就從後面環抱他，然後一起用手，就两個人的性器官交疊嘛。我不知道，如果兩個人不同的話，我沒有 get 到，我也沒有啊。我就說，可是不是一人做一個手？對啊，所以想要兩個一起做啊。这不只有我好不好？他們都叫我除了打籃球也多看一點其他情慾片。什麼呢？這哪有事？我突然又變成同樣全身四肢發達的人。今天早上準備去約會之前，有多了1個小時的準備時間，所以我就上來要做我的作業，我就拿着東西要上樓，然後 Scarlett 看到他就說你要上去哦，那我跟你上去。我們就在我們的房間，然後我做我的東西，然後他看他的書，然後就是一種安全感，一種陪伴感。那我好奇，你之前是在台北讀書嗎？我之前不是在台北讀書，在國外吗？也不是。哦，也不是哦。对，真的，我一直以为你是在台北读書哎。不是，很多人这樣以為，但不是。那如果是年齡、職業跟居住地，你會想問哪個？大概能知道你的職業嘛，所以就對職業還好。不然原本我應該會最好奇的應該會是職業，因為我很 care 別人的工作。你 care 別人工作的哪一個點？就是我想知道這個工作夠不夠穩定，它性質是怎麼樣，有沒有辦法支持兩個人的生活繼續之類的這種。對，即使我今天可以做我自己不上班什麼的，但他還是可以有辦法 cover 的，所以我才會都會先問工作。雖然說這不是一個依據啊，就像有錢人不一定會花錢在你身上一樣，但是愛你的人他一定會花錢在你身上之類的。的確，因為我覺得他比較平淡嘛。有時候會覺得說他就沒有什麼嘻嘻哈哈，可能我平常嘻嘻哈哈太多，突然要這麼正經，就有點不太適應。Chris 聊天跟小鹿聊天最大的差異是什麼？跟 Chris 我會緊張，可是跟小鹿大部分是自在嘛。可是小鹿我跟我有自己接觸，我也是會緊張。我覺得他應該也是有緊張，因為他也在玩頭髮，但我不知道他跟其他人會不會一直玩頭髮啦。他好像就是只要緊張的時候就一直玩頭髮。你說你其實是可以經濟上能夠你 cover 多一點的人，但你同時也是會介意對方的工作。對，我是會，應該說我說我可以 cover，但我非常介意這個東西。比如說你在創業，我可以先 cover 你1-2年，但我會給你期限。如果你沒有做到的話，我就會覺得說我不想要再繼續這段關係了。對，我沒有辦法一直支持一個長不大的小孩。就我希望對方是有進步的，或者是他如果是真的沒有什麼錢，但是是穩穩定定的上班族。我覺得這樣也很好啊，因為它很穩定，我就可以去可能冒更多的風險去創造更多的財富，這樣。那穩定無聊的上班族可以嗎？其實我蠻喜歡的，因為我會覺得有一種安全感嘛，靠山的感覺，所以其實是比較喜歡穩定一點的職業嘛。當然說我也是支持另外一半去創業什麼的，那當然是很好。聽下來。好像有可能是合的嘛。如果他追求的是比較穩定的類型，然後經濟方面讓他有安全感的類型，那應該算是合。那你對另外一半的想象是什麼？我其實有個月老清單，但我其實是有一點類似的經濟條件，但月老清單就有點像是願望嘛，所以第一的話不要比我低太多，高也不要比我高太多。我每年可能至少可以有一趟歐美的大旅行，以及買一把高端的吉他，然後高端的吉他是劃重點，對，然後並不會感到有經濟壓力。所以高端吉他你都是買多少錢？就是我可能手邊最多琴的時候是在中國的時候，那時候我手上有5把琴，可是那時候從便宜的到貴的都有，但比較便宜的可能是12萬開始。12萬，可是最貴我也沒有真的到買到30-40幾萬這麼誇張，有更貴的琴，有時候可以貴的琴可以當頭期款，或者甚至買好多房子其實都是可以的，50萬、100萬內就是普通人的天花板。業餘的話就對，這已經是很大的數字了。好，那我沒有這麼誇張，可是我最貴的琴可能就是30出頭。巔峰時刻有5把琴，同時5把在手上。應該是說你是比較捨得花錢在就是你喜歡的這些興趣上面，對吧？對。但是這個前提是你已經有
就是有車有房嗎？我現在感覺好像在相親哦。現在講的好實際的層面，对，所以是已經有車有房的狀態，這個就是興趣這樣，還是你是比較想要投資多一點到興趣方面，但是生活需求上，因為你本身工作就要出差的關係，所以就沒關係。我是喜歡投資在興趣上的，但是有車有房也很重要，先有房再來投資興趣，我覺得是這樣。然後这樣還算正常，順序不能不對，就是正確觀念，對對對。我聽到那種觀念有點偏差的，我就有點月老清單裡面，我覺得最不重要的可能是經濟能力。好像人活到一個階段是這樣的，沒錯。我希望對方有，但是我也可以都不滿足他，所以也還好。我覺得我跟 Chris 的金錢觀應該算是蠻吻合的嘛，因為我們都算是比較有能力可以自己照顧自己的人。我覺得有加分，這個部分是有加分到的。我想問你年紀，那我問年紀，我有興趣就是想知道啊，因為你特別在乎，我就覺得想知道你到底年紀多大。但我在想，可能在意年紀這件事，是不是不只是纯在講年紀啊？是想了解到底都在自己人生階段的哪一個？就在哪个阶段？但有些人30幾歲還搞不清楚自己要幹嘛，也是有。對啊，也是有啊。你覺得我幾歲？我覺得你應該30出頭，我猜對嗎？對啊，因為我覺得我還蠻會看人，我很會猜年紀哦。就你要問年紀是嗎？所以我現在這樣算是問了還是沒問？可以給你具體的數字。給我具體的數字，但我覺得30加我就已經有概念，所以我不要問年紀。作弊！我在逃那個漏洞。好。我已經大概知道他幾歲，其實還蠻明顯的。他常常就在那邊覺得自己很老。通常女生會覺得老就是過了30之後，但他其實也沒有到那麼老，所以他一定是30到35這個區間。那既然都已經30到35這個區間的話，那我就覺得沒什麼好講，反正就是你比我大嘛。那不然我問你居住地好了，你現在居住在哪裡？我現在住青埔。哦，你現在住青埔？靠，好的，了解。我是中壢人，住青埔。哇，好有趣哦。為什麼？很有趣，很有趣。我也是中壢人，他也是，但是他沒有問我居住地，所以我沒有辦法講這個事情，我覺得有點遺憾。現在覺得很糾結齁。對啊。現在3個都想問了齁。對啊。什麼意思啊？我是很會操控人心，沒有啦。年紀好了。哦，年紀，你看還是最 care 的年紀啊。對啊。我26。26。怎麼樣？差不多可以，對，差不多，沒有太意外。可能會往上面再猜一點點。但主要是因為可能講話的內容跟方式。但我時序走得比較快一點，20幾歲以後做的事情，然後我18、19歲就做。對，然後後面就一直都走得比別人家快，然後現在感覺很想退休。對，是這樣的感覺。這個年紀對我來說，應該有點接近下限的邊緣，對我還不太確定，但可能要多觀察一下。那你不是要吃？對啊，你吃多一點。但是你有口水屁嗎？我其實有口水病，但真的，我也有口水病。那漂女生應該沒關係。雙標仔，你這個也是蠻雙標的。所以如果漂亮女生如果喝飲料然後看戲，你要喝的話，你可以接受嗎？可是我會看啦，如果說她口紅留在吸管上，那我可能不行。感覺髒髒的。對。你會想有小孩嗎？現階段不想，但如果想的話，我會希望是對方生，但我可以出錢，我可以出錢出力，但是我沒有辦法生這個部分，對。然後我也不想要打什麼排卵針，用自己的卵子什麼的，我覺得那太痛苦了，那很辛苦。我也不，其實也不希望對方那麼辛苦啊，還有其他很多方式啊，可就不是自己的小孩這樣。好，知道要去那個663星的時候，我超開心的，因為這個地方其實我本來就有存，超級喜歡動物到不行的，很開心可以去看狐狸，這是我很喜歡的約會行程，而且聽說會有手作，然後結束還會去吃東西，就覺得太讚了吧。帶髮箍，幫你自己帶好，我怕弄亂了。可以哦，好嗎？有嗎？有證嗎？
有正红，可以。 OK， 好 OK， 很棒。那我帮你选咖啡色的。好嘞，耶，要帮我带吗？可以，我来，谢謝。哎，你很搭哎，你发色超搭。OK， 好可愛喲。哎，这個超可愛的。哪個？我覺得每個都很可愛。還有花，還有花。哎，哦，等下可以買。可嗎？可以買嗎？對啊。哎，揭露訊息，誰先問？你先。職業。我喜歡問職業，我覺得職業可以聊很多。沒有，我想要透露居住地啊。哦，我不想知道你的居住地。我職業很無聊哎。沒關係啊，又沒關係。那你猜猜看，金融相關嗎？金融相關。保金嗎？不是。我看你還想做什麼的？可以。要數學很好嗎？要數學很好嗎？不用啊。要背很多東西嗎？要背很多東西嗎？可能要，也可能不用。你的回答都很籠統哎，你這樣子讓人家很難猜哎。等一下公布你就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回答啦。那你要給一點提示啊，不然要怎麼猜？我已經猜到金融了。對，提示就是金融，這很難給提示哎。不然你公布。好，就是全職操作股票。我剛剛有在想，可是我想說，所以你看啊，我講的答案是很整個宿舍多愛玩股票。你看，我們現在來開女子股票宿舍，然後你們就可以開盤，然後你就跟 Chris 一起在那邊每日就大家今天試出前30分鐘，大家開始訓練。所以那時候 Chris 在講的時候，我不能講啊。因為不能透露職業啊，所以我很安靜啊。你記得第一集 Chris 說哦，我在做當，所以這是一個正職嗎？對，這是我的正職。所以你的正職是全名是什麼？沒，就是我是個人。你就只對單純就是操作股票來做你的收入。對。大家不要談戀愛，大家一起跟你們學着買股票。等下被藍狐談戀愛了，被藍狐蒙打被。所以你早起也是為了買股票嗎？不然嘞，早起我就是為了跟你吃早餐。原來是。到底是為了跟我吃早餐，還是為了買股票？為了幫你弄奇亞籽。哇塞，我今天沒有吃到奇亞籽，我只有吃到一次奇亞籽。因為你不要加豆漿。就是對他的職業蠻意外，我想說我也太沒有眼力了，因為我前面有提到他跟我都是早餐族，少數幾個會在樓下一起吃早餐的人，但我就以為大家就是生活習慣的運作會早起來吃早餐，但原來哇，人家是習慣早起炒股來生活的人，我就我們早餐組那幾個 Chris， 然後 Elva， 然後我一個平民小老百姓在那邊跟股神們一起就是吃早餐，我覺得我錯過太多了，我应該有錯過好幾萬的新台幣。那你想問我什麼？我當然是也是要問職業，那我当然也是要讓你猜猜看。哇 ，OK， 會不會是偏教育類？為什麼會猜教育類？你整個氣質很像。你確定會去追鴿子的人？整個人的氣質有在教育的部分，完全打錯哦，一點關聯都沒有，真的假的？完全沒有關聯。作家，哦呀，沒有，哈，完全沒有。傻眼，你可以再想一下，因為我們要去玩狐狸了，我要去玩狐狸，先去玩狐狸。你可以想一下，我們下回揭曉。在你旁邊聞聞你耶！我的裙子通常會蠻吸引動物來咬的，因為它是紗。所以我說 ，Hello， 來吧，來撕爛我的裙子吧，我沒有關係的。他沒有想要好奇我的意思。來，我來誘捕小動物了。啊，小可愛，你那麼可愛，你就是喜歡我，對不對？你就喜歡我，過來呀。要不要來姐姐的裙底呀？你看，有興趣了吧？你看，姐姐的裙底香吧？到底在說什麼？沒事，他們喜歡咬。當時心情感的時候，就覺得好可愛哦，終於來到農場了，然後很興奮，很可愛，超漂亮。剛好後面有一隻頭冒出來，好可愛啊！別走！啊，別走！小可愛，你可以配合一下，看一下鏡頭嗎？有了，這裡，有了啊，小可愛！
印象最深刻就是他跟狐狸玩，然后可以1秒就亲近，就感覺那是他養的，很酷。我就覺得畫面很美，所以我瘋狂幫九旭拍各種的影片跟照片。今天的真正約會對象，耶 ！Elva 看起來很不開心，被比下去了，超可愛的，可以吧？可以吧？可以。這個很難贏哎，就是如果你今天選狐狸的話，我也會放過你。沒有啊，我選你，堅定的選你，選什麼狐狸啊？好會講話哦。那不行，你前面的行為，我現在要嚴格審視，我要嚴格審視你的表現。結果派耶，我今天堅定的選擇了你。不是因為那個不能選其他的那個，也是有可能啊，對不對？是被抓到，蔡心啦，你就是我的唯一。他看到動物眼神很有愛，然後他整個很 enjoy 那個 moment， 然後散發着一種母愛感，就是跟平常的他很不一樣。就是沒有看過那一面，我覺得很可愛，就超專注在很愛動物這件事上。而且他可以跟動物超親近的，我有點害怕。我們今天去看小狐狸，然後他是可以直接抱在身上，把它當做自己的寵物，我覺得超厲害的。哇！準備跳出來，預備 go！ 對啊，準備跳，他要撞門了嗎？好可愛！Go！ 你可以的，你一定可以的，你成功了，好可愛喲！这应该要吃這個嗎？整整觀察，有啦，怎樣？吃個草嘛。他喜歡被抓，哇塞，他們很容易，因為他們皮很厚，然後喜歡被就是用力一點的擼，他們會爽。好，我要往那個馴獸師這個方向去想。酷啊！这是有體驗感的。這是什麼？這都會轉嗎？2、3，哇，4、5、6、7、8、9、10。為什麼你踩得那麼輕鬆？5、4、5、6、7、8、9、10。來哦，我先哦，幹！太爛了吧！不可以這樣，換你來，他會黏住手，我還罵髒話。也算成功，也算，好，看起來很爛。差一點。你真的？我跟你講，我真的忍不了一點，我真的忍不了一點準。你很有氣勢，真假的？人很好哎。忍不了一點，可不可以直接衝進去跟他說我要搶劫，我不要忍。對啊，再次。我肚子好痛。有。我應該也不行。可以。對，有，但是你有碰到那個裡面，對你有碰到。我要全部用。我覺得我們兩個不要來鬧。真是。來哦，3、2、1，沒有，好，有啦！有嗎？中，小小的，中了！好，換我。好，3、2、1，差一點。好有，他剛好切到，他剛好切到一顆，我第2層就切到了，算有吧。甩的那個瞬間，對，你有瞄準嗎？瞄準那個。有啊，真的有，我看起來都運動白痴的，但我們會運動嗎？我很那個，我的嘴巴很酸啊，超煩，我嘴巴真的很酸，笑到很酸呢。拆房，我真的很認真的，我都知道。好呀，好啦，這也算一種開心。走。有
有，我右手壞掉，有，我右手壞掉，快點，帥，有，可以，原來是左撇子啊，有，原來是左撇子，哎，好厲害，左撇子，好厲害，你是不是生氣了？我是左撇子，拿起来丢，拿起来左撇子，我真的笑死，可以，很厲害，可以，啊，壓力超大，好大力，一定要旋轉嗎？哦，我好像只会側體。哎，我都沒有出去約會，然後我第一次要出去約會，各種那個紅布袋，然後一直丟那個射飛鏢，然後重點是我們都超爛的。然後娜娜是她整個人氣場很強，但是她丟就是一直沒丟到，所以她很氣。然後就是從頭到尾我們都打超爛。好，那你真的猜？你真的覺得我們差1輪哦？對，就刚好1輪。我算一下。对，你算一下。好啦，差不多一輪，沒有到40，謝謝。你不用再想了。你猜錯，你絕對猜錯。是嗎？他看起來就年輕啊，我猜他大概24嗎？23、24號，我就覺得應該有差到1輪。先揭露那3個其中一個。啊，你是什麼職業？你有看到我早上在看股票嗎？有。好，副業是那個，主業是學生。所以是差不止1輪，因為我是算你已經畢業的年紀，所以我說你猜錯了。好 ，OK。你是學生？对啊。你怎么那麼多時間來啊？就是我學的東西不是需要在學校念書考試，我是要做創作類的東西。然後你看，我就說你猜錯了吧？What the？哦 ，OK。我已經想他夠小了嘛，就比我想的還更小，所以我今天不是一直在那邊說我們是忘年之交，雖然他也不知道我幾歲。這樣的年齡差距你是可以接受的嗎？心智夠成熟可以，但我現在有一點點猶豫了。我就覺得是不是真的不同人生階段排行重要的東西，真的還是會有落差，可能跟他人生經歷、閱歷啊那些也有關係啊。可是好吧，我可能還是重相處，先相處再說。或許會擔心，可是我願意先相處了解。那你想揭露什麼？就是職業，我是動態攝影師，然後還有剪輯。對，我之前有拍活動攝影，然後婚錄、婚紗都有，就是動態的，不是平面。對，動態，我都拍平面。哦，真的哦。以前是自由業很久，都自己結案，然後現在是在非盈利的組織，就是對當正職的拍攝剪輯師，對，影像記錄，對，自學，我全部都自學。对，你喜歡剪片？我喜歡剪片，所以我說我喜歡記錄日常啊什麼。動態攝影師哎，雖然我前面就知道他是喜歡攝影，然後他有提到是動態，就是有點小小崇拜的那個眼神有透露出來。以後有什麼攝影的相關問題是很可以請教他的。也在那個時候，我就是試圖讓他不要那麼緊繃啊、緊張，或者是可能不習慣出來那個約會的節奏。沒想到吧？沒想到什麼？沒想到我是學生吧？學生有一點點出乎意料，可是我原本把你設的年紀可能就是快畢業，剛畢業，所以還好。學生有很多種學生，大一，大一我真的會傻爆眼了。那我是不是看起來很不大一？很超熟。可是我就是覺得你一直還是有那種青春洋溢的氣息，可是你跟你聊一些東西的時候，你又蠻成熟的，對，所以這是你的反差的地方。我有跟其他成員聊過，在大家面前還是很活潑，但是一下，我覺得你很多面向，我覺得雙子座 AB 型。對，你是雙子座，對，雙子 AB，雙子座。我覺得他有成熟的部分，有時候談到某些議題，他其實很可以聊，然後給予回饋啊。但他就是有青春的氣息嘛，有時候蠻自我，情緒那些也都蠻外顯的，比較不會藏啦，或者是因為場合而隱瞞自己情緒嘛，就是比較外顯。
就是我也是很能夠感受到大家有时候可能前期比较多一点，就是在想对我的感受什么的，对，然后我可能没有办法一次把注意力放在那么多人身上，对，我可能一次可能先一个，然后一个一个这样子，对，然后没有办法到回应很多对等的感受回去，对，这我还是会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这个不好意思是就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就是但我相信你还是会遵循你对我还是内心会这样子的，但我还是觉得，我觉得当然我还是觉得这样子是正确的，确實啊，多少，但是我還是很感謝大家，就是對我的善意很高，他其實就有講說，他對這幾個人都有興趣嘛，就是我跟就其他他的一些主線，但是他如果發現有人比較積極的話，然後有人可能比較不積極，他就會想放掉不積極的。那當羊駝，所以很多人都說他是假羊駝真暴龍，他喜歡兩個都很強，都要很積極，非常主動的。我覺得你一直都蠻讓我知道你想找我，有嗎？有啊，只是你不敢啊，好奇就是你沒有真的做出來，你會比較在乎我的感受。哦，我覺得很妙是前期，我覺得有點像那個萌萌佩佩，就是我其實那2天跟他住的時候，就我們在那個房間，然後睡前跟早上對我來說是很開心的，我們都會很真誠的在問對方問題，然後聊天，我覺得很不錯。但是大家全部一起遊戲環節，或者是大家休息放鬆的時候，就會好像有點距離，就是也不知道什麼，我們就也不會坐到他旁邊，然後跟他講話什麼的，就好像私下的時候可以講更多，他的那個綁定的人又更綁定的更明顯，然後就會造成我可能主動的程度又會更降低，然後當主動程度降低，我們距離可能又會更拉開。我好像沒有那麼多找你，很少，超少。就你會我感覺上是你會在顧慮我感受。應該是那時候我還沒有去你房間找你，然後有稍微想說開那一次。對，之前我都會覺得隔一個東西。對，很感謝，就是剛好在那個 moment。對，為什麼你知道？猜的。我都沒講。好，我們不是要玩那個真心話大冒險？然後我那時候已經覺得也沒有跟你說開，可能你也會納悶一些東西。對，那時候。所以你看，所以說開了，對，事情是不是就是要說開？就是石頭放下。對，事情就是要說開。那我就覺得我比較遊戲就感觸不懂。對啊，不說開就是會有一個誤會。對啊，所以我不是跟你說，我很開心那次有說開。我也很開心，你覺得很開心。對。所以這就是我喜歡真誠直接的原因。對，我有說，我一直都有觀察到娜娜，還有用她的方式，可能偶爾會繞到我房間或者床上，她可能就躺着或什麼的，然後就製造可能可以單獨我們聊天的機會，這樣子，我其實都有觀察到。所以我覺得我後來也沒有到很多次，但是至少跟之前比起來，有機會的話，我如果看到她自己的話，我就會可能繞她旁邊啊，然後關心她一下。反正可以感受到她整個心情是變很愉悅的，可能他前幾天都是顧慮比較多，然後想的比較多，然後可能他剛好這個狀況也沒辦法做太多的行動，所以呢，今天剛好這個機會終於出來，然後放風一下。問我昨天聽到那一次的配對又配到我的時候，他開始有那個哈的反應。先約同一行的人一起野餐。那如果你那一行都沒有人的話，你就找你最近的那一行去約。然後他今天就問我說：“哦，那個會不會讓你會錯意他呢？”然後反正就是跟我了解這部分，然後我說：“哦，沒有啦，我在講這個講到後來，然後他就說：哦，其實昨天的野餐結束之後，他又覺得說我目前的好感程度是在穩定第一，所以這個方面我覺得哦，原來是這樣嗎？就是蠻謝謝他的喜歡，然後也是蠻驚喜的，因為
昨天我並沒有很確定這件事情，就是在他講說對其他人可能也有點心動感覺的時候，我其實對這件事情不是這麼的確定。他現在雖然還是也會想要了解其他人，或是跟其他人多聊，但他覺得我目前應該是在他的第一位這樣子。然後就是好奇說，是什麼契機會讓你想再就是嘗試進入關係？哦，對，然後我想起來了，好會問哦，我也想要知道這一題哎。哦，因为就經過這1-2年的練習這樣子，然後加上我終於找到答案了，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我就發現我不是不會愛人，只是我自己親手把開關關掉，我自己卻不知道。我以為我不愛我前任，所以我把他甩了。但實際上當我知道答案之後，我去回溯我以前的過往的某個瞬間，我是發現，就我確實是有愛過他的。我當初是以為我不愛他，所以我才想分手。但實際上不是，只是我忘記怎麼愛人了，我忘記怎麼去感受愛了。然後我花了5年的時間，一直活在就是自責當中，然後還有這種很複雜的情緒當中，又矛盾，又混沌，又自責，又搞不清楚自己，又很恨自己為什麼總是這樣子。我對 Jenny 我覺得是有好感的，然後我覺得這個好感並不是完全就是朋友的那類型，所以我覺得是有這個可能性在的。但是我其實也會有點不確定，說是不是這幾次都互選，然後同時也是覺得說就是這樣子互選帶給我的安全感，讓我有這樣子的想法。我其實也有在想這件事。你要抢誰？你要搶誰？因為我有想下去。我不跟你講啊，我跟你講。快點，我要搶啊！就是想跟 Chris 聊天，因为我昨天那时候各访完之後，就是還是處於情緒當中，我就一個人坐在那個那時候小鹿跟 Chris 就坐下來陪我聊天，然後我就覺得蠻感動的。我覺得很慶幸那時候我在那邊，他們有停留下來陪我聊天。我就是在那個時候 ，Chris 有跟我分享他的想法，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我想再跟他多聊。去9序那一組，因為聽到他們去做手作，但不知道做什麼手作，然後我就很想去。黃個右，小鹿要搶右，然後 Jenny 想要搶 Chris， 但是因為不能重複搶嘛，所以他最後就沒有爭取到這個名額。但是他們那時候就有問說，那有沒有人要搶娜娜跟 Zoe 那組？大家好像是看向我，但是我就是覺得好像沒有必要，因為之後也蠻多時間還可以再繼續相處。然後我也知道 Zoe 是真的很想要跟娜娜相處，他們之前也講過很多次，所以就沒有這個想法。乾一點。好，你就講有，但是這些東西就是對小鹿來講易如反掌嘛。但對我來說，可能我是不行，只是我現在的樣子比較不是那樣的。可是我覺得他今天一定有被你的內心、你的大腦、你的 whatever 吸引到，所以對你的那個情感基礎也已經比較深了。還在幫我按我的內心。可以的，真的很帥嗎？很帥。你又不是去忍者工廠那種。對小鹿的喜歡有點像是那種我們頻率很合拍的那種喜歡，就在一起就很快樂這樣。但跟 Chris 更多的是那種緊張嘛，因為他更貼近我理想型，所以就會覺得更緊張。接下來會有一個秘密驚喜活動，又來了。我這邊我先宣布，這個神秘驚喜是什麼？
假的？救命！噩梦发生了，但我要像大人一樣去接受它。讓人有點壓力的環節就是，峰回路轉。如果你還看不夠，歡迎加入我們的會員，1個月只要100塊錢。有東西嗎？可能是那個射线屁，射线。我刚錄影一直有嗎？你帮他弄一下。我剛錄影一直有嗎？等一下，那個衛生紙你趕快拿出來。你可以看到幕後花絮，來賓們參加節目前的面試片段，完整版的約會內容，甚至是來賓們觀看播出後的第一反應。但你要注意，如果你是 iPhone 用戶的話，請不要從 YouTube 的 App 購買會員，這樣會被多收50塊的蘋果稅哦。所以建議可以從其他的網頁瀏覽器或是電腦直接購買哦。才可能被家裡空感受，根本到